在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队的一场重要比赛前，全世界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当红球星萨迪奥·马内。就在这个时候，一张照片在网络上疯传，让无数的球迷感到很疑惑。照片中，年薪超过$10,000,000的马内，手里竟然拿着一只荧幕严重破碎的旧手机。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没什么特别，但是对一位有能力购买私人飞机的富豪球星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网友们纷纷开玩笑说，他难道买不起一只新手机吗？这只破手机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难道这位身价千万的足球巨星是个小气鬼吗？还是另有原因呢？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our Football Heroes series to celebrate the World Cup season. Today, you will immerse yourself in Mandarin with Sadio Mane's inspiring, humble story of making his dreams come true, while testing your Chinese listening and reading skills with a 5-blank challenge. Stick around until the end to see how good your Mandarin comprehension is.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马内的家乡班巴利是塞内加尔一个非常偏远的小村庄。小时候家境贫困的他，不但没有球鞋，连一颗真正的足球也没有。孩子们只能用葡萄柚，或是用破布绑成的假球，赤脚在沙地上踢球。赤脚就是没穿鞋子，光着脚的状态。马内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却强烈反对马内踢足球，希望他能专心学习宗教。7岁那年，一场悲剧彻底改变了马内的人生。父亲突然得了严重的胃病，但是班巴利连一间诊所都没有，马内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用传统草药替父亲治病，但是父亲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父亲因为无法及时接受医疗，不幸去世了。这场生离死别，在年幼的马内心里种下了一颗饮水思源的种子。他发誓，如果有一天自己成功了，一定要改变这一切。生离死别就是永远的分离，饮水思源就是喝水的时候想到水的源头，也就是心怀感恩的意思。可是，一个连球鞋都买不起的穷孩子，要怎么实现自己的足球梦呢？为了追逐梦想，
15岁的马内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那就是离家出走。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偷偷收拾行李，瞒着家人搭上前往首都打卡的巴士。他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脚上是一双磨损严重，甚至露出脚趾的破鞋。当他出现在足球学院参加测试的时候，教练看着他寒酸的模样，忍不住笑着问：你真的要穿这双鞋来踢球吗？但马内只花了15分钟，就用闪电般的速度和惊人的球技，让所有人闭上了嘴。可是就在足球梦即将开始的时候，他的家人竟然一路追到了打卡，强行把他带回村庄。马内感到无比的绝望和愤怒，那几乎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在重重阻碍之下，他最后又是怎么说服家人重新回到足球场的呢？离开梦想中的足球学院，被迫重新回到教室以后，马内并没有放弃。经过长时间的争执与沟通，他的家人最后终于妥协了，同意1年以后再让他回到足球学院，也终于开始支持他踢足球。多年以后，马内成了利物浦的英雄，也获得了非洲足球先生的荣耀。他每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足以买下10辆法拉利、20只钻石手表，甚至私人飞机。可是他依然拿着那只荧幕破碎的手机，这让记者忍不住问他原因。马内给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深受感动的答案：为什么我要那些奢侈品呢？那些东西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帮助呢？我曾经挨饿，光着脚踢球，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今天，我可以用踢足球赚来的钱去帮助我的同胞。马内真的做到了。他在家乡班巴利捐赠了50万英镑，新建了一所现代化医院，只希望家乡的同胞不必再经历父亲当年的悲剧。除此以外，他还盖了学校和体育场，甚至每个月还提供生活津贴，帮助家乡最贫困的家庭。至于那只破手机，背后其实还有另一个故事，那是好友送给他的礼物，所以他一直舍不得丢掉。这也代表在他的心里，情谊永远比物质更重要。马内曾经说，比起奖杯，我更在乎家乡人的笑容。2026年世界杯，马内依然在球场上奔跑，
他被誉为世界上最善良、最慷慨的足球员之一。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能善用这些财富改变多少人的人生。他也曾经说，你要勇敢做梦，因为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从班巴利的沙地到欧洲最耀眼的球场，马内走得很远，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个赤脚追逐足球梦的少年。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被马内的勇敢、善良和爱心感动了呢？当我看到马内自己用着旧手机，却慷慨地捐大钱帮家乡盖医院、建学校的新闻，我感动到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你呢？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现在我就来公布刚才故事里听写填空的答案吧。1. 小时候家境贫困的他，不但没有球鞋，连一颗真正的足球也没有。2. 7岁那年，一场悲剧彻底改变了马内的人生。3. 马内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用传统草药替父亲治病。4. 教练看着他寒酸的模样，忍不住笑着问他。5. 经过长时间的争执与沟通，他的家人最后终于妥协了。怎么样？你答对了几题呢？今年的世界杯，意大利队并没有参赛。你可能会好奇，那为什么我会穿着这件意大利队的球衣录影呢？其实这件球衣的背后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第115集的节目里，不但讲述了另一位足球巨星梅西的故事，也分享了这件意大利球衣的由来。如果你还没看过，一定要去看看哦。下礼拜我还是会穿着这件球衣，继续分享另一位超级足球巨星的故事，请大家拭目以待。I hope today's episode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 If you want to review what you learned today, you can find all the supporting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full Mandarin transcript, pinyin, and our vocabulary database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If you enjoyed learning with me, click right here to watch a full playlist of immersive content. Keep going, you are doing great,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